靓仔。高手在打球时，为什么他们可以想让白球去哪就去哪，而你却是白球爱去哪就去哪？尽管你现在只能打进一些简单的球，但你一定要有走位的意识。举个例子，这个球很简单，如果没有走位意识，只想打进它，白球就会往前滚一点，停在了这里，结果没法去打黑球了，只剩下一个蒙圈的你。如果时间倒流，你有一点点走位意识的话，打之前把手架放低一点点，还是一样的力度打出去，白球就会退回到这里，这样打黑球是不是简单很多呢？想要成为高手，就要做跟高手一样的事情，每次击球前都要先想好白球要停哪里，而白球的位置取决于3个因素：角度、力度、击球点，其中任意一个因素发生了变化，白球停的位置就会随之改变。往往有些靓仔打球有些水平，当手感来了就没有严格的去思考白球的位置，结果越走越差，失误率不断的增加。想要成为真正的高手，必须每一杆都要思考角度、力度、击球点，只有这样才能不断的提升走位的精准度。接下来我们深度剖析一下这3个因素分别对白球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。白球的击球点有无数个，击球点位大致分为3个高度：纯高杆、中杆、纯低杆。在训练白球走位线路时，需要先固定其中2个因素：角度和力度，分别训练这3个点位的白球线路。击打中杆会定在原地，直线球击打纯高杆会笔直向前，击打纯低杆会笔直向后。白球向左挪动一点点，形成了一个大约为10度的角度。击打高杆，白球会向斜前方；击打中杆会沿着进球线路90度的方向横移；击打低杆，白球会向斜后方。好，继续向左挪动一点点，形成一个大概15度的角度。击打高杆，白球向斜前方的角度会变大。中杆同样是沿着90度的方向横移，但距离跑得更远了。击打低杆，白球向斜后方的角度也会变大。看完这些，我们似乎感受到了一些规律了。来测验一下，这个球形角度大约为20度，白球想要停在这个位置，我该用什么杆法呢？暂停5秒，思考一下。没错，就是打在纯低杆的点位上，白球会向右后方撞击到窟边，再向上走，校位到黑球的位置。那么这个球形有常用的2种解决方案。第一种杆法是用中杆沿着90度的方向，经过库边反弹后到达这里。第二种用中高杆经过反弹后钻过黑球的缝隙到这里。接下来的3颗球，大家都思考一下，每一杆走到目标位置都需要用什么杆法和力量，一定要认真思考。对待台球，我们始终要保持一颗敬畏之心，无论这一杆是简单还是困难，打之前都要先想好要停的位置，预备好力量和击球点位，这样才能不断的提高走位的精准度。下课。靓仔打台球必学的12个特殊进球技巧。技巧1：黑八贴库与白球相贴的话，可以瞄准偏右一点点，小力向前一挤，黑八就进了。技巧2：这次是白球贴库与黑八相贴，这球进不了了吧？不，可以反向瞄准库边，高杆左塞，小力一打，球就进了。技巧3：黑八要进的袋口被障碍球挡住了，可以瞄准黑八和目标球重合的位置，用中低杆小力一打，球就进了，不犯规。技巧4：白球和黑球相贴，正常打进不了，实在忍不住想要进球的话，可以瞄准偏右一点，高杆小力一推，即可将黑八打进，不犯规。技巧5：黑八的进球路线被障碍球挡住了，这都想进的话，可以瞄准黑八右侧薄边，高杆小力一推，即可进下方底袋，成功率的话还行。技巧6：黑八被障碍球挡住了，还想进的话，可以瞄准这里，用低杆小力一打，即可将黑八打进。技巧7：白球与黑八相贴，黑八的进球路线被障碍球挡住了一半，可以瞄准偏左一点，高杆小力一推，球就进了，不犯规。技巧8：黑八的进球路线被挡住了，勾球的进球点也被挡住，但是特别想进的话，可以瞄准黑八右侧薄边，中杆小力一推，球就进了。技巧9：袋口被障碍球挡住了，旁边又有靓女时可以用三角杀技巧，用高杆左塞瞄准这里，小力一推即可将黑球打进。技巧10：白球的进球路线被障碍球挡住了，可以测量黑八的进球点与库边的距离，然后向库边复制同等距离，这个点就是瞄准点，中杆中力把白球推到瞄准点这个方向，就可以将黑八打进。
技巧11，这次是黑八的进球路线被障碍球挡住了，可以测量障碍球的边缘与库边的距离，再取1/2延伸到库边，这个点就是瞄准点，然后只要把黑八推向瞄准点，那球就进了。技巧12，遇到这种局面，弧线打进黑八的话，对初学者来讲难度较高，那么可以用右塞小力一推，再这么一甩立马就助拐。下课。靓仔，白球一靠，还有啥程度？有这样的，还有这样的，究其原因都是手架不对。如果在库边上用常用手架，第一，球杆与桌面的夹角过大，只要打出一点点塞，就会让白球产生弧线而打不进球。第二，如果稍微用点力打角度球时，还会让白球起跳飞出台面。如果你用了正确的手架，将球杆放平一些，即使大力也不会飞出去。第三，手架距离母球太近，后手回杆的空间不够，力量又发不出来，也会影响准度。今天来教大家白球靠库的各种手架摆法。当白球与库边有点距离，但正常手架不好放，就用这个手架，翘起食指、中指和大拇指轻贴球杆，食指护住球杆。重点来了，食指是指关节轻靠球杆并留出一点空间，这样出杆才比较顺滑。如果是这样勾着球杆是很难受的。我们只需要这样轻贴，不让球杆左右晃动即可。再来看一下完整的动作，熟练以后就会非常灵活。当白球离库边再近一点，就用这个正常的 V 字手架，整体手架向后移动，4个手指搭在库边上，增加运杆的距离，这样出杆力量才会扎实。如果当白球完全贴库了，需要再向后移动手架，此时只有3个指头搭在库边上，小指下折，绷紧手架，这样可以减少手架的晃动，让出杆更加稳定。这里要注意的是，手架支点的高度太高容易不准，太低容易滑杆，微微的抬高一点，这样击球时力量才会扎实。下课。靓仔，想打好跳球必学的3个小技巧。技巧1，跳球规则，直接打在白球底下将球缠起，属于流氓跳，是犯规的。杆头需要打在白球1/2以上，利用台面反弹跳起就不会犯规。技巧2，角度计算，球杆击球角度越高，白球弹跳的角度就会越高。可以想象成力量穿过球心后，白球弹跳的角度大约是入射角等于反射角。技巧3，击球点位，接下来演示跳球最常见的9个杆法击球点。下课。靓仔，看看这一杆，第一杆是不是帅炸了？一看就是个高手，别人打低杆回老远了，而你呢，用尽力气也就回来2颗。主要有3个原因，视频结尾有具体的训练方法。先说第一点，出杆点位不一致，明明瞄的是低杆点位，可是一出杆其实打在了中杆的点位上，俗称压大臂，就是在出杆时大臂提前下压，导致杆头上调。第二点，对应压大臂的错误动作就是提大臂摁杆头，这种情况偶尔会打出低杆效果，但是有时候强烈，有时候比较弱，更多的时候是容易把白球缠飞。第3点，出杆没速度，整个动作软绵绵的，就算你打在低杆的点位上，一样拉不回来。那么怎样才能让出杆速度又快，打点又精准呢？按照这3个步骤坚持训练，就算耶稣来了也拦不住你的低杆。第一步，平顺度训练，在白球旁边进行空杆训练，手架尽量放平，杆头调到距离台面1毫米的位置，下巴轻微压住球杆，向后缓慢回杆，不断协调大臂的高度，使球杆始终保持与下巴轻贴的状态，直到球杆能非常匀速的从最前到最后，再从最后到最前。接着第2步，打点训练，将杆头尽量接近白球，瞄准好低杆的点位后缓慢回杆，接着匀速推出来，在末端加一点点速度，小力的定住白球，因为小力击打更容易看得清杆头到底打在了白球哪里，直到每次杆头的打点开始变得精准。第3步，加速训练，力的加速是需要支点的，当球杆回到最后方时，稍稍把球杆拖出来一点点，手肘会微微的向上提高，此时停在这个高度，用点力锁定好手肘这个支点，小臂开始畅快的向前加速，就像刚刚被释放的弹簧一样弹出去，这样打出的低杆可真是赏心悦目啊！下课。